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啊，你是一个生活在土耳其的天选打工人，今天呢发了工资，看了眼里拉惨不忍睹的汇率，你打开了加密货币的交易所，眼都不眨一下的把所有的工资换成了美元稳定币。用这些稳定币呢，你转手就买了苹果的股票代币，坐等美元美股双升值，生活美滋滋啊！而这呢，就是一个华尔街眼中完美的稳定币加股票代币化的世界，看起来挺美好的呀。那为什么又说美元稳定币加美股代币化是一把美国伸向全球韭菜的镰刀呢？那就要看看他们背后玩的是什么把戏了。我们先来说说美元稳定币啊，这玩意呢，说白了就是美国版的加密数字货币。就如同它的名字指出的一样呢，它的价值是稳定的。也就是说，假如你有1个美元稳定币，理论上呢，你一定可以兑换出真实的1美元法定货币。相比之下，其他的加密货币如比特币的价格波动啊，就跟心电图一样，自然就很难以在日常进行使用。那既然追求稳定，干嘛不直接用法币呢？这当然是因为稳定币啊，继承了加密货币的一堆优点，包括了以下4个方面。1. 去中心化。稳定币啊，通常运行在去中心化的区块链上，因为这个概念非常重要。这里我提供一个简单的比喻来理解去中心化和区块链，可能有些长啊，已经了解的同学可以跳过这一段。假设在一个村子里没有实物的货币，每个村民呢初始有100块钱。以前他们找来村长来把每个人余额的变化记录到一个账本上，比如今天张三花了5块钱买了李四几个鸡蛋，那么村长就会记录张三余额95块，李四余额105块。相信你也看出来啊，村长就是扮演了央行的角色，所有的交易和余额呢都在村长的一本账本上。后来大家发现啊，村长这个老登太可恶了，老是偷偷给自己儿子账户上加几个小目标的余额。现实中呢，各国的央行还真就是这样为所欲为的。于是啊，他们决定每个人都要自己记一份账单。每当有人交易的时候呢，这个交易要广播通知给所有的人知道。所有收到交易通知的人呢，都要把这个交易写进自己当天的账本草稿里面。然后呢，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大家坐在一起对比一下各自记录的账本草稿。假如大多数人的草稿都是一样的呢，就把这个草稿正式加到所有人的正式账本里。那这一页呢，就是一个区块。假如有少数人草稿跟别人不一样，那么就把这些草稿和上面记录的交易全部作废。这样每次验证后的账本页添加一个独立的编号，再定成一个账本，这就是区块链了。这样一来呢，每个人的账本必然都是一样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单独的篡改账本，大家也不再需要村长了。现实中的加密货币大致就是以这个逻辑运行的，只不过呢，所有的记录验证过程呢都是在网络上自动完成。因此啊，只要有网络和数字钱包就能接入这套系统，不需要经过任何金融机构或者银行就能使用稳定币。相比之下，你存在银行里的钱就有点像你妈替你保管的压岁钱了，名义上虽然是你的，真要花的时候啊，还得解释你要买啥，搞不好呢还给没收了，美其名曰啊给你上大学的时候用。稳定币的第2个优点呢，就是全球通用。因为稳定币用数字钱包地址呢，就能互相转账，谁都可以发，谁都可以收。不管你是在法国、蒙古还是厄瓜多尔，法币你一旦要去换汇呢，那反腐败、反洗钱的调查、资金来源证明等等就全都来了。银行呢，恨不得你把7大姑8大姨的名字全部都填到信息表里。第3点呢，就是转账速度快。现在的稳定币运行的区块链如以太坊啊、Solana 啊、Tron 等啊，交易确认非常快，3秒到账都不是梦，24小时不打烊。相比之下呢，用法币转账啊，可能要等好几天，银行周末还要休息，节假日呢也要关门。第4点呢，就是手续费低。稳定币交易啊，无需中介银行，有些高效率的区块链上交易手续费甚至低到几分钱。对比下呢，法币的跨国交易必须要走 SWIFT 系统，手续费呢30刀起步，还可能以交易金额等比例的扣费，坐收买路钱。那说完优点，就该说说这东西问题在哪里了。
刚才说了，稳定币就是美国版的加密数字货币，只不过呢，不同于国家发行的数字货币，它是由私人机构发布的。那有意思的就来了，既然是私人机构发布的，那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发行稳定币吗？我们凭什么要相信它呢？还真没有错啊！今年6月17号，美国稳定币法案颁布之前呢，还真就是谁都可以发行，没有任何硬性的要求。不过呢，发行稳定币的机构还是通常有3种方式来保证自己的稳定币能与美元1比1的兑换。一种方式叫做法币或等价资产抵押，发行机构每发行1枚美元稳定币，就有等值的1美元或者价值1美元的美债存入托管机构作为储备。当用户需要赎回的时候，发行机构就可以把当时存入的1美元或者美债取出来卖掉，然后换成美元再还给你。第二种方式呢，加密资产抵押，跟第一种方法大致相同，只不过用的是加密资产作为抵押品。例如，抵押价值150美元的比特币呢，就可以生成100美元的稳定币。这主要也是因为加密货币的价格波动太大了，因此需要较高的抵押率。第3种叫做算法稳定币，这是一种通过算法调节供需来稳定币价，而不依赖真实资产抵押的神奇玩意儿。看起来呢不太靠谱，实际上一点也不安全。2020年采用这种方法设计出来的稳定币 Terra USD， 今天坟头草已经3丈高了，但是它崩盘的故事十分精彩。假如你准备入局币圈呢，我推荐你了解一下它崩盘的故事。不过跟本期视频主题无关呢，就不深入讨论了。因此，目前稳定币主要还是采用第一种和第二种方法来保证市值的稳定。尽管发行机构声称他们会抵押同等价值的资产来保证刚性兑付，不过嘴长在他们身上，吹得天花乱坠，你也没办法验证真伪。作为私人机构呢，你又没办法天天盯着它的资产表。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今年6月颁布了稳定币法案，规定只有获得联邦或州监管机构批准的实体才能发行稳定币，并且超过100亿美元发行量的机构是由联邦直接接管。对抵押储备金呢，也要求必须是100%高流动性的安全资产，比如现金短期美债回购协议、货币市场基金等等。随着这个法案的推出呢，可以说普通人通过发布稳定币一夜暴富的可能性就没有了。不过相对的，稳定币也可以让人更值得信赖了。下面我们再说说美股的代币化，听起来玄乎，其实就是发行股票代币的机构在买入一些真实的美股之后锁仓托管，再在区块链上发行等值的代币，真实的股票托管在机构的手里，而你买的股票代币只是你对这个股票拥有权益的凭证。由于股票代币是发行在区块链上的，因此呢，需要通过同样是区块链上的加密货币进行自动化的交易，而稳定币就是非常完美的交易载体。举个例子呢，你想买一股苹果的股票，你无法注册美股账户，也不想忍受时差等美国市场开盘再交易，那你就可以买一股区块链上的苹果代币，直接用稳定币支付。那么到这里，稳定币加股票代币化的好处已经比较清晰了。首先，美股代币化后可以24小时交易，并且没有地域的限制。不管你在地球哪个国家，满不满足开户的条件，只要能搞到稳定币，你就能随时交易股票。第二，你的钱不够买一股股票怎么办呢？没有问题，你可以买0.01股甚至你家娃的压岁钱是不是也能拿出来买点股票呢？从小做苹果的股东。第三甚至是没有上市的公司，也可以通过发行代币的形式进行融资，或者由发行商发行他们手里持有的未上市公司的原始股。这样呢，普通投资者也能参与到未上市但是有潜力公司的早期投资。这可不是未来Robinhood 已经这么干了。他们几天前呢发行了 SpaceX 和 OpenAI 的股票代币。最后呢，你甚至可以抵押你的股票代币，借到稳定币去做其他的投资。值得强调的是，这一切都是去中心化的，不需要像交易所、银行这样的机构参与其中，简直呢就是一套颠覆现有交易体系的新金融系统了。这一切呢看起来都太美好了，那么代价是什么呢？美利坚可不会做只造福别人的事这不符合 MAGA 的精神嘛。
其实啊，当你拿人民币、比索或里拉换成美元稳定币的过程呢，其实也是你把手里本国的货币换汇成美元的过程。稳定币发行商收到这些美元之后呢，大部分拿去买美债，毕竟他们也是需要通过美债赚取利息的。于是你会发现，你用本国的货币买了美元稳定币，结果呢是帮美国财政部买了国债，然后你再用这个稳定币去买美股，又帮美股高位接了个盘。这一套操作下来啊，你就为特朗普承接了2个超级大泡沫，简直是一石二鸟，真正的双赢，美国赢2次。最终的结果就是呢，美债被全世界人民接盘，利率压下去了，美国财政呢也可以喘口气了，美股被全球的散户抬轿，泡沫呢还能撑得更久一点。美元也通过稳定币的形式更加国际化了，甚至那些美元不太方便流通的国家呢，也流通的更多了。另外啊，购买代币化的美股到底算不算真的持有传统股票的股权呢？有没有分红啊？会不会哪一天一觉醒来，突然价值就动态清零了呢？目前啊，谁也说不准。要投资的小伙伴还是要三思而后行 ，Do your own research。基于以上，稳定币加美股代币化就是一把伸向全世界的新型镰刀。只不过这把镰刀可能让不少人心甘情愿的被割，毕竟呢，不被美爹割，也被本国的老爷们割。与其被动挨宰，不如主动冲下泡沫，说不定下一个暴富神话呢，就是你我他。再更进一步的话，其实股票代币化只是一个开始。当你想清楚代币化的原理，你就会发现格局一下就打开了。既然股票可以代币化，房产行不行啊？黄金行不行？艺术品行不行？甚至我家的猫是不是也能代币化呢？我发行一个撸猫币，你买了我的撸猫币，你就拥有了我家猫1%的拥有权，每天都可以来我家撸猫，听起来也很合理啊。这呢就是所谓的现实资产上链 RWA Real World Assets。 你甚至可以想象未来一条船、一部电影版权、一场演唱会的收益权都可能被放在区块链上碎片化的出售。监管得力的话，这也不妨是一种实现共产主义的方式呢。最后，稳定币也好，股票代币化也好，说到底是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在推动新一轮的金融体系的演化。虽然一项技术发展的初期可能会带来一些混乱，就像比特币刚冒头那会儿，不少人拿它炒币致富，也有人呢拿它来洗钱跑路。但人类嘛，向来擅长歪打正着，就如当年中国限制的游戏显卡的发展，没想到如今它成了 AI 的基础设施。当年禁止比特币，如今呢也可能错过了去中心化金融体系的主动权。可以说啊，面对新技术，别一上来就本能的抗拒，与其封杀禁止啊，不如盯紧监管。科技没有对错，越早接受，越早监管，就越拥有主动权。稳定币必然无法完全替代法币，但它一定会成为人们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下一场金融革命的序幕啊，可能已经徐徐打开了。最后友情提醒一下，本期节目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只聊科技。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期再见。